这个是福斯 T4 的后防轻感，可以看到缓冲的橡胶脆裂了。今天要来 DIY 更换，总共有4个胶套，中间内侧这2块还好。先更换外侧这2块。这是13号13mm 的套筒。摘下来了，摘下来了，这样，它是就这样的扣在上面锁起来。我们来找一个跟它相近的，走，来找一个。这是原厂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买不到相同规格的，它的内径大概是2.5公分的，所以可能裂掉，所以去买这个叫做聚氨酯胶的类似的规格，内径都是25的，买了4种规格，一个大概不到50块台币，每一个规格买了2组。其实看起来就相近，看起来很接近，非常接近，而且它不需要这个旁边，因为这个看起来很接近。哦，这就比较大，好，大很多，慢多。这个也是很大，看起来。看起来其实是不是可以做更好的保护啊？哦，不行，它上面这个太厚了，太厚了，这个小小的可以，小的。你看这个很最接近，第4个。那这个就是圆圈圈跟圆圈圈，但它另外一边没有，另外一边没有会怎样？会不会滑掉？那我们先来用这个最接近，试试看。建议我们上一个油，什么油嘞 ？WD-40是吗？它有专门的润滑油，轻轻松松，插不进去。再上个油也是。好，这个深度也可以吧？吃不进去。Sorry， 是我弄错边。推。嘿，匍匐前进。嘿，我刚刚靠错边。难怪。所以是可以的。上去了。但是要锁到那个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对啊，它太厚了，锁不到。锁不到。那这样子看起来，我们全部失败了。就是白老鼠还差那么多。我们这个白老鼠彻底失败案例，对不对？要削减，要把这边削掉。它这里太厚，这边太厚，上面太厚。这个太厚了，这边把它切掉，这里要切掉，对不对？对。聚氨酯比橡胶硬，所以耐用性高，能更稳固地固定防倾杆，过弯时的稳定性较佳，操控感更直接。另外，聚氨酯对油类和化学物质的抗性较好，对温差有强的适应力。也因为聚氨酯的硬度高，会降低舒适性，不像橡胶那么吸震，在颠簸路面车内震感会更明显。因此，悬吊系统其他部件，像避震器、
连杆相对也会承受更大负担。要对向，由上往下，顺着它的方向嘛，对顺。感觉如何？再试试看。行哦，有机会哦。来了，锁到了。走。更换胶套后，大约行驶100公里，3天后检视底盘，状况良好。这段影片是自己学习及动手记录，不是教学，希望对喜爱动手 DIY 自己维护车辆的朋友们有所帮助。安全第一，一定要做好安全维护，再开始动手。感谢您的观看。